送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的报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功不如愧对父母，别说态度，公众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是命运安排，表现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绝代，如他的中所期待，如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你们不应该抹红特朗普是中共同路人吗？他居然提统一，哈哈哈哈！可是川普这2天说和平统一，这礼拜有些小粉啊跟一些假账号在网络上造谣带风向，说川普提和平统一。那墙内墙外呢，其实也有不少配合的红媒在散播这则假消息，还有一些亲共名嘴跟立委也在讲，甚至中共国台办也跟着拿来做文章。但事实上是什么呢？我这边先来辟谣一下中共大外宣，带各位来看川普在美国白宫直播中是怎么说的，也先帮大家前情提要一下，整场白宫记者会时间长达60分钟，川普主要都是在谈美中关系以及美中贸易协议，记者会中完全没有半句提到台湾等字眼，但那些小粉跟红媒却能造谣成支持统一。那川普原话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一下。But if we do get it, I think it's may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Because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opened up our country to China. They come, we don't, I mean, they have very few restrictions. And they didn't open their country to us. Never made sense to me. It's not fair. And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us.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 China will also suspend and remove all of its non-monetary barriers. They've agreed to do that. Well, they're very numerous. But again, to me, the biggest thing that came out of that meeting is they've agreed. Now we have to get it papered, but they've agreed to open up China. It's going to be great for everybody. 那刚各位看了片段，我也有保留前后文，相信大家看完也清楚知道，川普是在谈美中贸易。碍于时间的关系，我这边就是整理重点给各位。如果有想看完整版的朋友，也可以自行到白宫官方频道观看。而被中共跟小粉拿来造谣的，就是里面这句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如果单看川普这句话，不顾前后文的话，直翻是会变成我认为这对统一和和平是很棒的。结果小粉就高潮啊，脑补成美国支持两岸统一。当我们刚都看原片段了，实际上川普提到 "Great for unification and peace" 的时候，根本是在讲别的事情嘛。这句是需要搭配他记者会的主题以及前后文来看。川普更多的是向国际社会以及群众表示，美中双方如果在贸易政策、关税措施及市场开放上达成共识的话，那对大家都好，也会降低冲突风险，促进区域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这部分事后美国国务院和 AIT 也有特别澄清说明这一段。结果红媒给人家抄一层川普支持两岸统一，太离谱了。而且我去看原片段的时候啊，有留意到明明记者会开头差不多6分多钟左右，我就有看川普谈到美中协议啊，也有讲一句重点说，我觉得这可以促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和谐啊，从头到尾都没讲到台湾。记者会主题围绕在两国的市场贸易，但小粉红还是能意淫。如果小粉红这样扯说不管啦，川普那句就是在讲国家的统一，那主语是谁？这句一样也可以乱套用到南韩啊，南韩怎么就不会紧张？川普先前还讲过加拿大要不要变成美国的一州，加拿大怎么就不会紧张？因为人家原文意思就不是那样嘛。是说那些造谣的红媒跟粉红，你们要这样脑补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超译解读成美国支持台湾统一中国，美国支持台湾消灭中共国，统一中华民国沦陷区领土？要胡扯大家来扯，我们台湾人老是这样被动防守，时间久了也不是办法。你看中共国造谣被拆穿了，也都当没事一样，还继续造谣新的。干脆以后我们看那些红媒怎么造谣的，我们就
就用一样的魔法攻击回去。如果这时突然有一些小粉懂英文的过来说，哪有这样？你乱翻啊！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不就刚好让他们自己破解自己国家编造谣言，对不对？要玩大家来玩嘛。安基喜正人君子，不用穷喜，不想要做这块垃圾包呢。那这部分替各位辟谣完了。要是有看到小粉在那乱讲，就丢这段影片打脸他。也顺带一提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撇除掉被拿去造谣的部分，这场记者会的核心我认为川普是刻意公开这样说的，因为川普包括他目前的团队，不可能不知道中共的尿性。中共过往都说一套做一套，这点川普本人一定也很有感。像是中共在川普第一任2017到2021就有多次答应了但没做到的情况。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当时中国承诺2020和2021两年将会在2017的基础上1512亿美元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结果最后只是讲讲而已。那额外讲好的2000亿美元根本没履行。我想川普正是基于这种经验，这次更要先讲出来，封中共的退路。川普等于是在告诉大家，我们谈好了，虽然中国以前跳票我，但我愿意再给一次机会。不过要是中国又不守信，那后面不能怪我了，真的就是中共自己烂。借由这种高调说法，让中共在全世界面前无法轻易翻桌或模糊焦点。于是现在压力来到中共头上了，可以说是逼着中共兑现。如果中共这次确实做了，那当然就没问题嘛。而要是中共再次跳票，那我个人其实也不会太意外。但中共那样则会加深自己言而无信的国际印象，并告诉国际社会，中国就是这么不可信，是全球自由市场的敌人。美国也可以借力使力，说跟你中国谈好几次都依然不守信，关税战重启并加大力道。接着呼吁欧洲、日本、澳洲等共同为中共失信发声，对中国实施协调一致的制裁或限制投资、限制科技出口等等，让中共将自己定调成说话不算话、破坏国际秩序的角色。暖心啊！我们就接着静观后续发展。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事件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接着有一件事要提醒各位观众，特别是台湾的朋友，这几天中共国台办突然特别帮一间在台湾即将开幕的餐厅宣传。依照我这些年来的反共资历经验判断，我一看到整个鲁共雷达大响。先带大家看一下这段影片。5月13号，由福建3名沙县小吃同业工会品牌授权的9家沙县小吃店，在台北、新北、桃园等地同步开业。这是开遍大陆大江南北的国民小吃，首度在岛内开店。台湾同胞在岛内就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沙县小吃。本来如果只是一般外国小吃来台展店是也没什么啦，但中国特色小吃来台，而且还让中共官方开记者会，并且动用党媒《人民日报》出来宣传，就算再好吃，我个人也不会想去吃。我在里面消费的钱会不会间接转变成赞助中共侵台的费用都有疑虑。中共官方的尿性大家也知道，会有本事让国台办出来开记者会背书，就算不是统战店，也让人感觉这店跟中共关系匪浅，以及不禁联想到后续问题，就是他的员工会不会请中国人，会不会变成台湾的破口，等于有名目可以帮忙办理工作签证来台，会不会造成变相的洗人口？如果这些都发生，那就不只是统战店了，变成另类驻台统战据点，也同时是在告诉潜伏在台湾的第5纵队可以来这边。那有中共官方背书的，我个人是不会吃。看新闻报道还说，预计今年底前要将会员店覆盖至台湾主要城市。我希望各位台湾的观众朋友留意一下，避免不小心吃到不想吃的。进餐厅之前也请慎选，我们每次的消费都是在打造自己想要的世界。那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送头留言。统一了心甘情愿的当人矿，你这种只能拿来活摘了，什么意思？所以你现在在墙内是心甘情愿的当人矿吗？所以小鹏是不是在反串？不然你的留言等于也承认了墙内中国人是中共的人矿啊。然后你说像我这种只能拿来活摘了，也代表你不否认中共有摘人矿器官这件事。如果你是在反串的话，说这话我觉得合理啊。但如果你是真心这样留言的话，那我合理推测你的脑已经被摘了，才会说出这么逻辑不通的话。下一则，王八，如果你的词汇量只剩下动物啊，那我建议你回动物园从头学起。就是我如果是王八的话，那听得懂王八说话的你又是什么？你不就也是王八？你怎么拐个弯骂起自己来了？下面这则没意外是诈骗集团买留言在那边自问自答。我很高兴你制作了这个视频。我记得当我无家可归，并且面临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时，直到每周
周有$75,000滚滚而来，我的生活从一个无家可归的无名小卒，变成了一个可以给予我美好事物的另一个人。这个留言大概又是要拐人投资那种，所以故意在那边说他赚了多少钱，然后下面一堆莫名其妙账号在配合留言对话，他还用其他账号点自己留言赞，点了100多个，让自己的留言被系统推荐到跑比较上面。当然，这个假账很明显是留错地方了，可能不知道原本要留在谁的投资影片下，但没设定好网址之类的，或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莫名点到我这边来留下这些留言。借由这个例子是要展示让各位看一下，现在网络上真的就是会有一些网军账号给你留言的，甚至有可能是 AI 系统设定好，还会在那边自问自答的。但这些我是全封了，因为他们后来还有贴网址，我怕是有病毒的就没点，也避免大家点到就直接封锁。之后大家如果看到类似的不用跟他废话，直接封锁就好了。大罢免第3阶段还在进行，后续没意外，一些网军的攻击留言会更加频繁。下一则，留岛不留人，和平统一，这大概是我做这单元以来第8964次看到这种言论了。其实看久了，有一件事我真的蛮好奇的，站在心理探索的角度来看我很想问问那些整天喊留岛不留人、高喊武统的小粉红，你们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兴奋吗？是自卑？还是你只是借由幻想毁灭别人，来暂时逃避自己根本无法掌控人生的事实？小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说出这些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屁话？你甚至连上天安门举白纸都做不到，连在微博讲一句真话都会被封号。你是凭什么？哪来的条件会认为你可以操控核弹来决定他人命运？不觉得好笑吗？一个连自己未来在哪工作、能不能出国都不确定的人，却在网络上意淫台湾，而且搞不好你都还没来过台湾嘞，还在那幻想自己能替共党决定要炸谁灭谁。你不觉得自己很像在废墟里扮演将军的戏子吗？可怜了，你翻墙自嗨喊统一，实际上是投射出自己的无能为力。你幻想和平别人，只是因为你知道你改变不了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命运。小凤，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我欢迎你打脸我。你等等就在墙内微博先发文，约中国人去天安门游行，口号可以就喊你留言的这些你倒是看看，老是灌你迷汤的中共，会不会反而把你压在地上摩擦，还扣你寻衅滋事罪？我等你去实践哦。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频道会员支持这个单元。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